早早地踏出了社会，别的同学还在校园里面谈恋爱，无忧无虑的，我却被这个社会狠狠地毒打。年纪小，找不到工作，吃别人剩下的饭，睡公园，那段暗无天日的日子，才让我真正的懂了钱有多重要。最让我刻骨铭心的一次，我连10块钱都借不到，房租交不起，房东二话不说把我那点破行李直接扔出门外。最近几年，中国经济下行，走进一些城市的餐饮街区，可以明显感受到冷清。曾经排队的餐馆开始推出9.9元套餐，这并不是市场竞争的自然结果，而更像是一种被迫的求生状态。商家在压低价格，消费者却依然犹豫，这说明问题不在于性价比，而在于没有钱。越来越多人开始计较每一顿饭的成本，甚至削减基本的饮食开支。有人一天只吃2餐，甚至1餐。我家现在已经穷得揭不开锅了，我现在连10块钱都拿不出来。我把这个话说出来，可能很多人都不相信，可这就是我目前的生活。因为全职带娃8年，家里所有的开销都压在我老公一个人身上。每个月我们就盼着发工资，可是工资还没有到手。每个月1号固定的房租、水电费，还有小宝的奶粉、尿不湿和日常开销，一下子就把工资掏空了。炒完菜去接大宝放学时，老师说大宝在学校的伙食费发给我了，叫我尽快交，要不然明天放假平台就关闭了。说真的，我现在1分钱恨不得掰成2半花。这位博主是一位餐馆老板，他说有时候会遇到一些手头拮据、吃不起饭的客人。今天店里不太忙，来了一位小伙子，点了一份炸酱拌面。吃完后，他一直站在原地，拿着手机，却迟迟没有扫码付款。老板一眼就看出他可能是没钱了。没关系啊，你是不是没钱啊？没钱没事的，吃了你走吧，没关系。没事，没钱没事，没关系，没事的。我没关系，不用赊，不用赊，没事的，没关系的。这一碗面嘛，也算不了什么，没事，没事，小伙子，没关系啊。我今天报警了，我问帽子叔叔，我说我自愿进去坐牢，是不是可以免费吃、免费住？因为我负债了200多万。吃饭都成了问题，也没有住的地方，每天只能待在这个公园，下雨了也只能待在桥洞子里面，每天过着非人的生活。博主说，那段时间他感觉身边的人都在看他的笑话，有人落井下石，还有人在背后指指点点，这一切把他逼到了崩溃的边缘。他突然想到，如果进了监狱，至少还有一口饭吃，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。但后来他想到了父母，想到了孩子。要是他进了监狱，家人怎么办？父母会老无所依，孩子会没有爸爸。他不能让他们承受这样的后果。于是他下定决心从头再来，希望能早一点把债务还清。90后没结婚、没对象、没娃3无青年，今天花费巨款买个粑粑干，今年第1次吃。自从开始省钱，水果都少买了，没必要的开销就尽量不花。再炒个鸭胗炒青菜，轻轻松松又解决一顿饭。生活不止诗和远方，还有眼前的柴米油盐。去年我破产，我欠了2000多万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我连我孩子们的生活费我都拿不出来。我通讯录里躺着1000多个联系人，我把电话从头打到尾，结果呢，我连100块钱我都没有接到，不接的、拉黑的、装没看见的，这就是现实，这就是人性呀。更让我心寒的是，我那些个亲戚朋友，我原以为最亲的人，
他们在我家族群里互相的传话说，别借给他钱，别被他缠上，说他就是个无底洞，说我这辈子翻不了身。博主玲姐说，这些话就像刀子一样扎在她的心里。以前呢，只要他们有事，不管是借钱还是帮忙，玲姐从来不会推辞，因为她觉得那是她的亲人呀。可是现实呢，给她狠狠地上了一课。她在大街上整整流浪了4个多月，每天就1个馒头，她分成2半，早上吃一半，晚上吃一半。渴了，她就去公共厕所里边接水喝。她感叹，你一旦没有价值，别说朋友，连亲情都变得脆弱了。所谓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在金钱面前一文不值。大家今年都穷到什么程度了？我先说一下我自己吧，我是87年的，大专毕业，今年39岁了，有2孩子，还要赡养2位老人。目前呢，我在西安经营了一家小蛋糕店。口罩之后，生意很难做，每个月的钱就先紧着还房贷，房贷7700，还完房贷呢，真的就剩不下几个钱了。就在这种情况下啊，我们家基本上都是月月光，有时候赶上点意外，比如有个亲朋好友结婚，一旦随个礼啊，那这个月就不够花了，就得信用卡倒来倒去的。兜里没什么钱的女生，出身普通没依靠的女生，这条视频你可得好好看看。能学门技术，就别干那种谁都能做的活。现在这个社会，简单的体力活很容易被代替，但你要是会个手艺，比如化妆、做视频、做个小吃啥的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有门技术在身，到哪都有饭吃，还能越做越好啊！这不比天天担心失业强吗？对不对？好好赚钱吧，没有钱你什么都不是，除了父母，没有人能够看得起你。永远要记住一句话，现实社会一场戏，玩的全是人民币。摆好自己的位置，管好自己的脾气，没钱的时候少说话呀。00后打工人月底没钱吃饭，去米村白吃白喝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先给我来1碗米饭吧。行，这一程的免费的。好 ，OK。得到明确回复，开始咱们的行动。你所看到的这些就是咱们今天的晚餐。先来上1碗米饭，再来1碗海带汤，最后这个菜可不能忘记盛，简简单单1菜1饭1汤，开喽！听那小哥说了啊，米饭、菜、汤免费啊，然后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就是当你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不妨来米村啊。博主说，真要是走投无路，兜里没几个钱的时候，就来米村拌饭吧。这里白米饭随便添，辣泡菜随便吃，海带汤也是免费的，妥妥的一份0元穷鬼套餐。受大环境的影响，今年真的挣钱太难了。老公工资还没有到手，日常开销、学费、奶粉钱、房贷，然后水电费，还有孩子的零花钱，这些花销算下来所剩无几。说真的，我现在都不敢大手大脚的花，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。可能很多人说，看你平时也不打扮，也不见你下饭馆，怎么就存不下钱呢？其实我每天一睁开眼就想着怎么节约支出。我老公呢都不敢请假，也就靠着这一点微薄的工资维持着我们的小家。现在的社会真的是太现实了，没钱真的是寸步难行呀。现在赚点钱真的是太难了。我们家不是有一家小吃店吗？我们是2021年开的，那个时候我们也是在线上做，主要是在线上做流量，然后生意还不错。做了1年多2年之后，然后就很多人进入了这一行，然后就开始打价格战啊。从最开始我们卖70多，打在后面卖68，再打在后面卖65，现在已经卖到了50多了。但是他们好多是背后有那种工厂的，是做的代加工。我们家呢一直就坚持是手工在做嘛，所以价格一直下不去，因为这个用的东西不一样。失业找不到工作，我决定回家了。找工作四处碰壁，目前已经失业4个多月了，失业金也花得差不多了。没工作，每天都很焦虑，盼望能早点找到工作。每天一睁眼就投简历约面试，结果全是失败。昨晚给孩子视频后，一直失眠到深夜。突然不知道来大城市的意义是什么，每月工资除去房租房贷、伙食费、日常支出，好算下来几乎所剩无几。1年到头辛辛苦苦工作，却存不下多少钱。
感觉生活似乎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看不到头也找不到出，好像对任何东西都提不起劲。就拿我身边的朋友来说，学历全都不低的，985的，211的，但找工作也都不容易。因为现在整个大环境来讲，找工作都属于是地狱级别的难度，都要海投简历，简历过了之后开始笔试，笔试过了之后开始面试，面试还分为1面、2面、3面、群面、独面，反正一堆面。就这种历尽千辛万苦，好不容易找到一份入职，没干几个月之后就想辞职了，还是在工资啊、待遇啊都不错的情况下，但就是说啥都不干了。为啥呢？因为太累了，压力太大了，就是身心健康都受损，可能你挣的那点工资都不够看病的。年后没有找到工作的，其实真的不是你不行，你不要自我否定。作为 HR， 我今天想跟你说的是，如果找不到工作，真的不是你个人的问题。我跟大家分析一下第一，年后呢，他找工作的人实在太多了，裸辞的、跳槽的、毕业的、转行的，所有的人都挤在了同一个时间段，所以不是你不够好，是真的岗位太少，然后找工作的人太多，竞争本来就是非常残酷的，只是暂时还没轮到你。第二个，很多岗位呢，他根本不是真的招人，不少公司他就是挂在岗位上面，为了刷 KPI 存简历作为公司的宣传，他明明呢不缺人，还会让你过去面试，你以为自己是表现的不太好，其实从一开始呢就错了，就他们没有想真正的去招一个人。像我这种在成都带2个孩子租房住，没有工作，1个月开销是多少？我们租的房子在地铁口附近的2房1厅，月租1200，水电气费200，管理费35，就租房这些每月都要1500左右。没上班的日子里，水电费都要比平时多1倍，平时都是自己买菜回家做饭，每月菜肉米油也要2500左右。我家孩子喜欢吃水果，每月水果费零食500左右。老大住校，每月自己坐公交地铁回家来返车费100左右，每月生活费500，算下来每月开支都要5000左右，还不算孩子万一感冒发烧或者学校要交什么费用，每天一睁眼就是花钱，没收入就等于倒贴。我刚刚算了一下，我现在好像只有70块5了。本来早上我是有82块8，中午第一顿就没忍住太香，后面那几天怎么过啊？不玩了，先吃饱再说吧。你有穷到连100块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吗？没错，我是有过。当你翻遍通讯录那些密密麻麻的名字，却发现没有一个人能为你伸出援手，那种孤立无援的滋味真的难以言说。有时候觉得自己活得既不像个人，也不像个鬼，就连路过巷口的野狗都朝你叫，都仿佛带着几分瞧不起。身无分文，走投无路怎么办？如果你现在已经窘迫到了极致，身上连3000块钱应急钱都凑不出来，你还背着一身的外债，彻底跌到了负债的谷底，借钱借不到，身边的朋友也渐渐的疏远了。你整天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不是翻来覆去睡不着，就是昏昏沉沉睡几天，要么就是呆滞的刷着手机，完全陷入了内耗。怎么调整才能走出这种状态？记住了，就3点，一步一步来。第一个，先把你的心态拉回正轨，说到底就是接纳现实。我不管你欠了多少债，被催的有多紧，哪怕你现在确实无力偿还，也得坦然面对。博主说，第2点是要学会给自己松绑，别把自己逼得太紧。你本来就是个普通人，没必要事事都追求完美。别整天想着怎么还债，先把压力降下来，踏踏实实吃顿饱饭，睡个安稳觉，这才是天下最重要的事。第3点，把心情收拾好，从头再来，从最简单最基础的事情做起。比如先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，慢慢积累。人生本来就充满坎坷，跌倒了大不了再站起来。如果你现在连几千块都掏不出来，听我的，就把自己关在家里边，哪儿都不去，直到有结果，否则不要离开你的房间，因为你没选择，你没钱呐。一股期负债的时候，钱又借不到，能力又不如你的同行，更没有启动资金，那就把自己锁在家里边，一部手机3箱泡面，干自媒体，往死里拍短视频，50遍不行就拍100遍，每天发往死里干。能干几个平台就干几个平台，把所有时间精力投入在里边死磕，给自己创造一次机会，坚持半年，你总有视频能火，总有号能起来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留言，并分享给您的朋友。感谢您的支持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